各位好，我是 Asia DJ， 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会唱歌的蜂鸣器。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利用 Node MCU 这个开发版，透过特定的电压频率，然后呢由按钮做控制，我们的蜂鸣器会因为特定的电压频率而发出声音，所以说它会唱歌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材料。材料我们必须要有一片 Node MCU 的开发版，3颗按钮，然后一些跳线，一片面包板，然后1颗3伏的蜂鸣器，还有3颗10K 欧姆的电阻。那我们来介绍接线图。接线图的部分，请参阅。再来介绍程式撰写。我们再来介绍程式撰写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带入一个函式库。那这个函式库呢，它在网络上可以下载。那下载的方式可以看我前几支影片有做介绍。好，那这个函式库里面它带了这一些，定义了这一些代名词。这些代名词后面呢都会有电压的频率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它就是电压的频率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定义一个01，这个代为休止符，就是音乐里面有一个休止符的符号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要先做一些阵列，这些阵列里面要放旋律。那我们先定义一个阵列，这个阵列就是卡农的阵列。那这些音乐的音符啊，阵列的那个音频代码可以再上网找。然后这个是给爱丽丝的阵列，这一段是马里欧的阵列。好，当我们存好阵列之后呢，再来就是音乐的节拍。这里我们定义了卡农的节拍。这里定义了给爱丽丝的节拍，这里我们定义给马里欧的节拍。定义完节拍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先初始化节拍为0，待会我们要使用回圈来读取节拍。再来，我们定义3个拼角，这些拼角呢是给我们按钮做控制的，控制蜂鸣器开始播放音乐。那我们先定义一个卡农的拼角是 D7。定义一个给爱丽丝的拼角是 D4， 定义一个给马里欧的拼角是 D2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定义3个音节的长度，节拍的长度。那这个是定义一个给卡农节拍长度的变量，这个是给爱丽丝的，这个是给爱丽丝的，这个是给马里欧的。好，再来我们先设定D1， 也就是我们的蜂鸣器的拼角，它是输出。然后呢，3个刚刚我们定义完的给按钮的拼角会输入，读取它的状态。然后呢，这里是去计算上面卡农节拍长度的公式，这里是计算给爱丽丝节拍长度的公式，这里是计算马里欧节拍长度的公式。那这一块呢是处理卡农音乐的区块，这一块是处理给爱丽丝音乐的区块。它这里比较特别，因为给爱丽丝里面有休止符的部分，所以说它要去判别休止符的部分。如果是休止符的话就不发音。然后呢，这里是处理马里欧音乐的区块，这一段是在按钮没有任何状态的时候，蜂鸣器不会发任何声音。那我们代码介绍到这边，代码的部分我会放在资讯栏。那我们开始看结果吧。